第1056章受阻。嘎吱，紧闭的房门轻轻地推开，萧炎缓步行出，然后目光一抬，望向房间之外。房间之外的是一片花园，花园之内种满着诸多的绚丽多彩的花朵，清风吹来，整座院落都是飘逸着淡淡的花香，令得人有种心神宁静的感觉。你醒了？在萧炎目光扫视间，一道清脆悦耳声音却是突然响起，前者目光顺着望去，只见得在那花园一处，一名红衣女子正盘膝而坐，上身心长，从侧面看去，刚好是延伸出一道由修长玉颈到娇臀的动人曲线。此女萧炎见过，知道她在焚炎谷中有着不低的身份，当下也是微笑着点了点头。红衣女子站起身来，心长的身姿更是显得亭亭玉立。她快步走向萧炎，然后冲着后者露出一抹明亮笑容。我叫唐火，这次多谢你了。由于两人站得极近，因此萧炎都是能够闻到那从面前女孩身上传出的淡淡的幽香，目光一抬，便是刚好能够见到唐火那白皙中翻着许些红润的俏美脸颊。萧炎这些年见过的美人也不在少数，这唐火容貌或许比不上彩玲娜等妖娆绝色，但却也有着一份属于她的气质，顾盼之间显得落落大方，英姿飒爽的模样，有着一股另类的魅力。目光将唐火儿打量了一番，萧炎面上也是露出笑容，拱手道：见过唐小姐了。别叫什么唐小姐，不嫌弃的话叫我一声火便可。说起来你还算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所以可别这么生分了。对于萧炎的称呼，唐火儿却是挥了挥手道：这没有半点焚炎谷大小姐架子的唐火儿，倒也是让的萧炎有着不错的印象，当下笑着点了点头。他知道唐镇炼制那火蒲丹便是因为面前的女孩，不过究竟丹药是作何用途，他也并不好多问，毕竟是人家的私事。你昏迷了5天时间，爹爹说了，你若醒来要见他的话，便让我带你去。我看你现在应该是想去见他吧。唐火儿明亮美目在萧炎身上扫了扫，娇笑道：那便麻烦火儿小姐了。萧炎微笑道：跟我来吧，不过顺便问一句，你为何对焚炎谷的天火三玄变那么感兴趣？唐火儿刚欲转身，却是突然想起什么，略微有些好奇地问道。闻言，萧炎却是一怔，迟疑了一下，道：我只能说那天火三玄变极其的适合我修炼。对于萧炎的这般回答，唐火儿却是略感讶异，柳眉挑了挑，道：居然还有这种事？不过我爹爹曾经说过，我对于修炼天火三玄变也同样是有着不低的天赋哦。这话倒是令得萧炎一滞，特别是在感觉到唐火儿那微微有些火热的目光后，他不由得苦笑了一下。这女孩似乎比一些男人都是更加的争强好胜啊。见到萧炎有些尴尬，唐火儿也是掩嘴一笑，转身在前领路，边走边道：不管你究竟怎么想的，不过既然爹爹答应了你，我自然也不好说什么，但还是要预先提醒你一下，想要获得天火三玄变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，即便爹爹给予了机会，可若是没有实力的话，你也很难得到天火三玄变。萧炎默默点头，天火三玄变是焚炎谷的顶尖秘法，想要获得自然是异常困难，但不管如何，他都已经来到这里了，难道还能放弃不成？一路跟着唐火行出院落，对着山谷内复行去，沿途遇见不少焚炎谷的弟子，这些弟子在见到唐火之后皆是连忙行礼，后者在这焚炎谷内不仅身份特殊，而且那修炼天赋也是堪称精彩绝艳，足以让得谷中任何人为之叹服。而跟在唐火身旁的萧炎也是因此而受到了不少注目，对于这名能够助谷主将丹药炼制而出的年轻炼药大师，焚炎谷内的弟子皆是不陌生。在萧炎昏迷的这几天时间，他的事几乎已经成为了众多焚炎谷弟子最热闹的谈料。在这众多目光的注视下，萧炎跟着唐火儿足足走了10几分钟，方才在一座气势恢宏的大殿之外停下。天火三玄便是焚炎谷的顶尖秘法，按照谷内规矩是不能外传的，虽说爹爹是谷主，但也不能一人便是决定这种事，毕竟焚炎谷内还有着长老会的存在，那些迂腐的老家伙可不好对付。在大殿之外停下，唐火儿低声道。闻言，萧炎微微点了点头，
看来此行果然不简单啊。不过你放心，既然爹爹答应了你，肯定会帮你说话。他是谷主，即便是长老会也不能轻易驳回他的话。似是担心萧炎乱想，唐火紧接着又道。萧炎笑着点了点头，道：以唐谷主的身份地位，自然不可能会戏耍我这无名小子。无名小子可没炼制7品丹药的本事。唐火白了萧炎一眼，然后略微正色，对着后者挥了挥手，转身对着大殿之内行去，其后萧炎急忙跟上。在唐火的带领下，萧炎顺利地进入大殿。此刻的大殿内气氛略微有些压抑，在大殿周围还有着不少全副武装的焚炎谷弟子，这样一来更是令得大殿中气氛凝重许多。萧炎一进入大殿，目光便是迅速扫过，在那大殿守卫上依旧是神采奕奕的唐振，而在其身旁两侧却是多出了2名须发皆白的红袍老者，两人面沉如水，颇有些不怒自威的味道。而且最令得萧炎心头凛然的是，这2个老头那自体内若隐若现弥漫而出的磅礴斗气，虽说远没有唐振那般深不可测，但恐怕也绝对不会弱到哪里去。在这2名白发老者之下，还坐着将近10来名老者，这些老者实力皆是极为不弱，而当日接萧炎前来焚炎谷的赤火长老也正在其中，显然他们都应该是焚炎谷的长老。炎萧见过唐谷主。在那大殿之内压抑气氛以及众多目光注视下，萧炎面不改色，缓步上前，对着守卫上的唐振抱了抱拳，沉声道：哼，炎萧小友恢复的如何了？目光扫向萧炎，唐振脸庞上笑容也是多了一些，笑着问道：多谢唐谷主记挂了，没什么事。萧炎笑了笑道：你便是那个想要我焚炎谷天火3玄变的炎萧吧？一道不咸不淡的苍老声音突然响起，萧炎目光一瞟，却是坐在唐振身旁的那名白发老者。对于老者的问话，萧炎也是缓缓点了点头。老夫焚炎谷3长老吴尘，你这次帮谷主将火蒲丹炼制而出，老夫先在这里代焚炎谷为你道声谢。吴尘面色淡然，话音刚刚一落，又是接着道：但天火3玄变乃是我焚炎谷的不传之秘，谷内有着规矩，并不能外传，不知道能否换一样条件。果然，萧炎心头一声冷笑，他就知道这事不会太过顺利。3长老，老夫事先已答应了炎萧小友，你现在这般说，可是想让我失信于人？守卫之上，唐振面色微沉道。听得唐振此话，那3长老不由得一滞道：虽说谷主事先答应了他，但按照规矩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老夫是谷主，难道连这点权利都是不曾具备？唐振淡淡的道：谷主勿要动怒，3长老也只是因为谷内规矩方才说这话而已，毕竟天火3玄变不是寻常秘法，如今这般交给外人，想必既然是大长老在此，也是会多加思量的吧。一旁那名始终未曾说话的老者此刻也是缓缓的开口道。说到此处，他突然瞥了下方的萧炎一眼道：而且这位名为炎萧的小友，由始至终都是未曾露出真实面目，难道谷主就要这样将天火3玄便交给一名底细不明的人？对于这话，唐振也是一愣，旋即眉头紧皱，以他的眼力，自然是老早便是看出萧炎故意遮掩了容貌，但却并未揭穿而已。2长老倒是高看小子了，行走在外自然是要多一层防护，所以方才遮掩了一下容貌，既然2长老不喜欢，那便揭开便是。萧炎微微一笑，手掌在脸庞上一抹，然后露出了本来面目。对于在恢复本来面目后看上去显得更加年轻的萧炎，在场的人包括唐振都是微微一怔。那名2长老目光紧紧地盯着萧炎，双眼微眯，半晌后突然淡淡的道：前段时间老夫刚好去过一趟中州北域。听得此话，萧炎眉头却是微微一皱。在北域那边，最近闹得最为沸沸扬扬的是一名陌生青年与风雷阁之间的恩怨，并且单枪匹马闯上雷山，在击败风雷阁的凤七儿之后扬长而去。2长老却不理会萧炎的脸色，依旧是自顾自的道。那在唐振身旁的唐火儿眉目中也是有些异彩闪烁，对于这件事他也是听说过一些。
那名青年名为萧炎，二长老轻笑一声，旋即若有深意地看着萧炎，道：老夫想，萧炎与炎萧应该是同为一人吧。